嗯，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Jimmy。那今天这集呢，我想邀请大家跟我做一件小事情，一样，我们把心跳、呼吸放慢一点点，就像是把生活降速降到0.75倍那样，找一个你最习惯的位置坐下来，让晚上的月光落在你的空气之中，闻一闻咖啡香，闻一闻你的红酒香，或者是一杯简单的茶。戴起一只你最喜欢的手表。我觉得这一种瞬间就是我们想要的静止。上一集我们用3只表把深夜一杯咖啡，那这一集呢，我们希望换成更贴近生活的5只手表来讨论这个方向。它们的价位不会高得吓人，靠的是诚实、比例、干净的面盘和一种我不需要向别人证明什么的气质。你会发现，好看的设计不会把你推往所谓的前卫，而会让你把焦虑阻挡在外面，就像是把门轻轻关上，只留下你自己跟呼吸。那待会我会对这些伪品牌的时代背景，为什么这几年会这么的迷人，再带你们看一看设计的整个亮点。如果你们是勤俭持家的朋友，我也是，我也会在这个价格段落里面帮你们把美金啊、台币、人民币的换算大概都让你们听清楚，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有可能是你的一个新的伙伴。当然了，维修、佩戴、手围、穿搭我也会大概讲一下，因为一只表如果不能每天戴，那基本上再浪漫也没有用。So ready? Let's go! 不要忘了，照惯例来说啊，你们应该要帮吉米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 ，OK？ 然后把影片分享给那个种在寻觅着最适合自己的手表的人，但他又不想花那么多钱。那我觉得这一集还蛮有价值的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说不定他也缺一只表。OK， 为什么这次介绍的是 Micro Brand 微品牌？10多年前，表圈流行的是大表镜、厚表壳，然后很丰富的功能。但同时间，网络的直销越来越成熟，小规模的供应链越来越灵活，同好社群开始互相交流，了解怎么样去改手表。那聊设计，于是设计师们开始有了一些大胆的想法，就是用更小的预算做出理想心里面想要佩戴的手表。你会看到3个趋势同时在发生。第一个是比例回归日常，36到40的 millimeter 再次变成了黄金的尺寸，贴手、耐看、好搭。第二个是语言回归经典，那种包浩斯的留白、Art Deco 的纹理、50年代的珠宝的表链，通通被重新拿出来咀嚼。就比如说米兰带，比如说米珠带，甚至你说的子弹链带，那些复古味道的东西，重新通通被拿出来。那第3个是回到沟通使用者，品牌跟玩家直接对话，迭代的速度、版本的分化越来越多的这个情况之下，这一些品牌到底跟玩家们沟通了些什么？其中在这个脉络下 ，Main 用月相，然后链带带来一种欧洲式的低语 ，Baltic 把法国巴黎的复古味道表现得非常细腻，从面盘纹理到它的这个背面的微转子摆轮厚度，都在讨论如何让手表看起来更优雅。Christopher Ward 用英式的理解把干净做成一种风格，36mm 让男生女生戴都非常刚好。Cool 则是从京都出发，主打昭和的尺寸跟温柔的数字字型，把怀旧做成日常。Vair 则是把美国加州的阳光跟清风塞进白面与蓝针里面，功能可以上山下海，但画面依旧是干净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一些伪品牌的目的不是炫耀，而是陪伴，把每一个下午的5分钟，每一个晚上的5分钟变得更好看一点，把每一次低头看时间变得像是吸一口气。当我们说午后咖啡静止时光，深夜咖啡给我时光，这是一种反射动作，让外面的吵闹暂停，让节奏回归本位。Micro Brand 刚好擅长这一些尺寸跟氛围的修复工作。
Main 的 Lunar Classic 36，Main 有一种低声细语的浪漫。36的表径，细腻的放射纹面盘，带上一个小小的月相窗，仿佛就是午后的一片柔光。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它的这个砖块链带，它这个链带有点像是五铢的板带，可以这样讲吗？五节式的板带。那他们取名是叫做砖块链带了。那这个设计其实是源自于1940年、50年代的那个珠宝表的一个设计结构，每一块链节都像细致的一个建筑的模型组件。表盘上面的这个 salmon dial 粉橘色，在光线下会有点缓缓的变成一个暖暖的金色，在咖啡馆里面黄灯又会转成微微的粉红色。月相盘上面的星星跟月亮会随着光线而闪烁着。它不只是准确的一个手表，更像是会呼吸的一首诗。带着它，就像是在为一场不为了赶时间而去约会的约会。OK， 再来是 Botic 的 M201。那这只表，我觉得一直以来我都是非常非常喜欢这只表。我记得这只表的机型好像是海鸥做的吧，然后品质也还不错。那它不是用传统的摆轮，而是用小颗的这个钻子，去镀了玫瑰金的钻子，去在后面做这个动力上链的这个能力。然后有宝鸡的这种阿拉伯数字、蓝钢指针，那微钻子上链，我刚刚有讲过。厚度是 9.9mm， 非常的贴合手腕。那在6点钟的那个方向呢，钻子会安静的帮你上链。我觉得戴这只表让时间变得很温柔，它就像一杯温热的拿铁，它不会到过烫，但是它的香气依然因为有温度而变得更香醇。如果你喜欢复古现代并存的设计，我觉得 M201 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选择。它不光是工具表，也是一个情绪价值很高的一只手表，而且它价格不贵。OK， 那第3只是 Christopher Ward 的这个 C63 Sealander 36mm。那为什么我会特别选36这个尺寸呢？其实它有很多个尺寸，它还有40的，但是我这一次选了36，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去驾驭的。它有蓝色啊，有这个 Jura Green 啊，有 Acer Red， 还有 New Forest Yellow。OK， 我不知道它取这些英文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了。OK，Anyway， 反正就是有蓝色、绿色、红色，还有黄色，每一个颜色做的都还蛮有那种夏日午后的那种活泼的感觉吧。那整个表呢是非常的简单有力，然后比例很完美，一点也不刺眼。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看。那有人会说它像这个 GMT Master 2，不是 GMT Master 2，是 Explorer 2。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有它自己的一些风格。那整只表的线条很简洁，当然它的橘色指针确实是很像在致敬。应该说它就是在致敬，借鉴一个好的设计来做一个大家都负担得起的手表。那手表采用的是 Sellita SW 的200-1的顶的这个机芯，那走势很稳定，外观也一样还不错。我觉得迷人的地方是这只表的整体的视觉比例是非常刚刚好的，无论男生女生戴起来都会有那种贴手的优雅。那第4只表呢，则是来自京都日本的品牌酷的 Royal Smith 90-008。那它是一个日本品牌，那这个品牌整个的设计呢，就会让人想到很丰富的这种昭和时代的感觉。那它的尺寸稍微再来得更小一点点，34mm 的尺寸，乳白色的面盘，金色的阿拉伯石标，整体设计干净，很有人文气息。那它用的是 Miyota 9039的机芯，虽然机芯非常的简单，但是运转非常的顺。我很喜欢它那一种不炫，不会在炫技但是很耐看的那种特质，就很像白衬衫拿着相机走在鸭川边拍照的男孩，柔和专注有故事。在午后它也不会抢光线，但是它会留着很棒的氛围。同样这只表呢，你也可以去选他们的米珠带，
也是非常非常复古的一个味道。这个表呢，它其实有一点像是方形、圆形、圆酒筒型的表，所以其实在34你并不会觉得它太小。如果它用的是正圆的话，你会觉得它小。可是正因为它是有点类似方筒型的表的这个表壳，所以其实整个视觉上面来讲，不见得会比36要来的小。对，那当然这个表非常常缺货。那我也觉得，如果有人有幸可以去京都玩的话，不妨直接去酷我的总公司。你可以第一天去那边挑表、选机芯、选面盘、选表带，然后第二天他会告诉你哪一个时间去拿，再拿回一只专属于你的手表。OK， 我觉得这个仪式感是满满的。那它表也不贵，大概平均一直都1万多到2万多，贵一点到3万多。OK，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试看。那第5只是这个 Vail， 美国的 Vail， 来自加州的 Vail S5 Field White。那这一只表比较偏向于战术表，它外圈是12小时的时标，内圈是24小时时标，妥妥的应该它就是战术军表了。白色的面盘搭配蓝色的指针，那它这个指针有点像是针筒型的指针，那读时上面来讲非常的清楚，衬托在这个白色的面盘下面，干净的就好像是刚晒好的床单。那这只表也是今天介绍直径最大的，就是40mm 的不锈钢壳，200米的防水 Miyota 9015的机芯，那也是这5只里面最户外的一只手表。但是我觉得，即便它在这么的机能性的情况之下，其实它的指针还是保留着温柔跟浪漫。它不是纯粹运动风，而是那种就是你早上出门喝咖啡，下午去散步，晚上回家写自己日记的那种手表。Vail 给人的感觉是时间不用来拼速度，而是用来活得干净。5只表5种节奏，从荷兰一路到这个美国，从欧洲的诗意到亚洲的细腻，他们共同完成的一个夜晚的和弦，轻柔温暖。而且我觉得最棒的事情就是他们都不会让你的荷包心碎，这是我觉得我想推荐这5只表的一个很大的原因。这5只表价格亲民，但是机芯都不马虎哦。Main 这个荷兰品牌呢，它用的是 Sellita 的 SW280-1， 那有月相功能，动力储存大约是41小时。那 Baltic 的 MR01 采用的是想起来不是海鸥啦，是杭州的机芯5000A， 那它里面有这个微转子的自动机芯。其实微转子自动机芯在传统瑞士表里面来讲，算是一个很顶级的一个配置了。当然，这个不是瑞士制，但是它打磨也非常的好，转子也非常的安静，视觉上非常的疗愈。这只表，日后假如我的话，我应该是会收一只来玩玩看，因为我觉得这几年大陆的机芯越做越稳定。OK。那再来就是 Christopher Ward 的 C63 搭载了 Sellita 的 SW-1 的这个机芯。那我觉得每一枚都有细致的打磨跟蓝钢的这个螺丝。酷则是采用这个比较特别的，它是用这个Miyota 日本自己做的机芯。那9039稳定度高，然后也超薄。Vail 也是使用 Miyota 的9015，可靠、轻巧，维修非常方便。这几只表的共同语言呢，就是实用中的诗意，没有矫情复杂的结构，只有让时间稳稳的走的诚实的一个机械感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说这5只表它不是廉价，而是真的可以让设计重新回到生活中的一种选择。OK， 那这5只表其实它的定价大概都在$600到$1000之间。Main 是大约落在$1000上下，大概就是台币3万，也是人民币7000块左右。Baltic 则是$545，大约是台币17000，然后人民币3950，大约4000块人民币。那 Christopher Ward 则是$800，台币25000，然后人民币5800。Cool 则是$480，约台币15000，人民币3500。Vail 则是599，我们就算它是600吧，台币就是18000，人民币是4300。那5只表加起来了，我就算把这5只表的价格全部加起来，也不过就是一只入门的瑞士表的价格，而且是中低端款。我觉得这一些品牌共通点就是他们
不请代言人，也不花预算在广告，他们用钱、用比例、细节打磨上面花了更多的精神。然后这也是我觉得 micro brand 最迷人的地方，买的是设计师、创作者的灵魂，而不是单纯的那个 logo。我觉得这些品牌的共通点啊，其实反而是让人觉得时间不一定要那么的昂贵，有的时候用一点点的预算也可以买到品质很好的手表。OK， 如果把这5只表想象成你的5位朋友，他们各自有明确的人设跟使用情境。Main 的 Luna Classic 36呢，适合把生活当作作品的人，设计师啊、写作的人啊、做音乐的人，或者愿意为美留出空间的人。你可能不需要越像，但你享受它在光里面慢慢转动的仪式感。Baltic 的 MR01 呢，适合细节控跟复古控。假如你偏好薄、袖口滑顺，然后整个贴合感好的话，那我觉得这只表很值得你去做选择。唯一要留意的是生活形态，它不是工具表，所以它不用拿去做任何的怎么讲？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生活很浪漫的选择就好。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它的机芯啊，虽然是杭州的，但是我觉得并不会让我觉得这有对它来讲有一点点扣分。OK， 我倒觉得花1万多块可以试试看中国做的机芯，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。OK，Christopher Ward 的 C63 Cylinder 36mm 呢，那理性有比例，适合一些想要戴不一样颜色的人。那你今天基本上是上班族、简约穿搭的人，日常出差旅行，有蓝的，有绿的。那黑白当然是最基础的百搭款，150米的防水，你也不用焦虑，生活上都够用。36mm 对于手围没有压力。京都的这个 Cool Royal Smith 90-008，我觉得更适合喜欢京都小店老相机的那种漫步旅行者。34mm 的尺寸呢，可以让整个画面更聚焦、更为精致。乳白色的面盘配上金色的数字，我觉得在午后的阳光下非常的好看。你可能会多准备个2-3条表带吧，除了你可以选米珠带这种复古味道很强烈的表带之外，也可以选一些皮带，比如说是深的墨绿色啊，或者是棕色。我觉得让它在不同的场合做切换也一点都不抢戏，但是它会让整体的穿搭有很大的提升。OK， 那最后是 Wear 的这个 S5 Field White， 那我觉得它很适合自由工作者跟在户外常常跑来跑去的人。白色的面盘，蓝针干净，40mm 穿戴感非常的好，200米的防水，可靠的 Miyota 机芯。那周末去海边依然能够进办公室，想要把 Field 收敛成不那么运动，换一条细孔的牛皮表带，或者是米色的织纹带，我觉得它整个气质就会变得非常柔和。我觉得这5只表共通的点是在提醒你，如果你是一个常接触笔电啊或者是手机的人，我觉得记得就是防磁的这个习惯要注意一点，因为他们的机芯毕竟都没有专门针对防磁做优化。OK， 那我觉得今天的推荐很适合手围小的朋友，尤其 Main 啊、Cool 啊、Baltic、Christopher Ward 都可以透过链接跟短表带去解决你手上的这种贴合感。但你如果是第一次从42退到 36mm， 我觉得你要给自己一点适应期。你会很惊讶的发现，原来36到38这一个尺寸其实非常非常适合日常佩戴。OK， 那我们就这样子聊到了这里，我们也已经把时间都摸过了一遍。我们不是试着去抓住时间，而是学会如何跟它一起呼吸。Main 这个品牌教我们如何为美感留一个位置， Baltic 则提醒着我们细节能够把情绪给安顿好。Christopher Ward 说比例干净就是一种品味。Cool 则是告诉我们，即便是 34mm 也可以非常的精彩。Christopher Ward 说比例干净就是一种品味。5只手表把整个夜晚拆成5个面，光、影、风、声音、呼吸。当你下次在夜晚低头看表放松的那一刻，我希望那一秒你能够把外界的声音通通关成静音，因为接下来你可以做3件小小的事情。
OK， 在留言告诉我你觉得最有感的是哪一支，以及你会搭配什么表带。第二个就是把这一集分享给也在寻找慢这件事情的朋友。第三个，如果你们想看我做更多同价位偏正式或更休闲、更运动的延伸清单，也可以直接敲碗。那最后每一集我都会说的话，都会说的废话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Anyway， 无论手表贵与便宜，他们都留不住时间。每一个当下，你我都在创造属于你我的历史。吉米希望大家玩表玩得开心，玩得健康，然后戴手表可以让我们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，以及对于时间，我们永远保持着正面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。我是烂手的设计师吉米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，Peace。